一场实验整整持续了1780天，8只老鼠预言了人类社会的终极走向，最终的结果却让所有人感到恐慌，因为实验中的每一个阶段似乎都在对应人类的发展。数千年以来，全球所有的思想家都曾研究过同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所谓的完美世界真的存在吗？如果存在的话，里面的生物的发展又该是怎样一种形式？最终又是以怎样的方式毁灭呢？现在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68年的7月9日，美国马里兰州的生物实验室做了一个社会实验，名字叫做老鼠乌托邦。莫言暂且将乌托邦定义为没有天敌、不为物资所困扰的完美世界。实验的负责人叫做约翰·卡尔，经过他所带领的团队研究，得出了老鼠和人类的基因有着至少90%的相似度。再考虑到神经系统、身体复杂程度以及饲养和实验成本，约翰·卡尔博士打算为老鼠们建立一个全新的完美世界，实验代号叫做25号宇宙。博士自己则化身这方世界的造物主。实验的对象是8只老鼠，4只公的，4只母的，而实验的场所则是一个长宽6米、高5米的巨型房间。生活在里面的老鼠有着无尽的资源，并且温度和湿度都控制在最佳的状态。可这所谓的完美世界有一个缺点，那便是最多能容纳3850只老鼠。就这样，老鼠乌托邦实验开始了。在实验的最初阶段，由于完美世界中有着无限资源、舒适的环境和没有天敌的存在，8只老鼠很快就适应了彼此，并开始疯狂的繁殖。随着完美世界中第一批新生命的诞生，鼠群的规模每隔3个月就会翻倍，时间不长就达到了72只。也就在此时，诡异的情况出现了，鼠群的内部出现了明显的阶级分化，甚至还建立了严苛的等级制度。一只公鼠统治了整个鼠群，所有的雌鼠都被它驱赶到房间的角落处，像极了古代皇帝国王坐拥后宫佳丽3000一般，并且还利用体型的优势驱赶其他雄鼠，竭尽所能地阻止除它以外的交配行为。但是这样一来，鼠群内部的战争就不可避免了，毕竟不是所有的公鼠都愿意被它所支配。由于公鼠们为了繁衍开始互相撕咬，鼠群的增长开始了大幅度的缩减，期间公鼠们变得异常暴躁，强壮的公鼠则会跑到角落处建立自己的地盘，争夺食物和为数不多的雌鼠，像极了古代群雄割据的局面。而一些年幼且体型较小的公鼠只能微缩在墙角，没有充足的食物也无法进行繁衍。而这个完美世界中的母鼠几乎和社会脱节，既要觅食还要躲避公鼠的攻击，有的同时还要庇护幼崽，所以母鼠群体的情绪在这种环境下变得比公鼠还要激烈，时不时的发疯般的自残和伤害幼崽。负责老鼠乌托邦实验的约翰·卡尔博士也被这一阶段给吓到了，他没想到自己创建的完美世界居然会演变成这样。资源、权力、等级，这些原本存在于人类社会的问题，居然也影响了鼠群的历史进展。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复刻了人类数千年的历程。约翰·卡尔怎么都没想到，充足的食物和领地，没有任何天敌打扰下的鼠群居然会朝着人类社会发展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实验进行到了第580天，完美世界中的鼠王已经更替了好几人，但诡异的情况又出现了，因为此时鼠群的增长无限接近于零，谁也没想到这个被建造出来的完美世界已然开始走向灭绝。最终，约翰·卡尔发现了问题所在，那就是雄性老鼠们不像之前那般暴躁，开始放弃垄断资源和领地，每天除了睡觉就是觅食，大部分时间都在梳理毛发，甚至还出现了同性相吸的行为。为数不多的雌性也失去了母性的光辉。实验初期的母鼠可以不顾一切保护幼崽，但现在的母鼠却根本不在乎这些，真正意义上做到了生而不养。实验很快到了第1000天，鼠群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首次出现了负增长。所有现存的老鼠都在享受食物，雄性和雌性之间出现了零吸引的诡异状态，并且有了小范围的瘟疫。享乐主义在这一阶段达到了顶峰。实验又过去了几百天，鼠群从2000多只的顶峰状态衰落到了只剩下了3只。随后完美世界宣告灭亡，整个周期为1780天。